全校直播開啟時，退學處分4個字已經投在禮堂最大的熒幕上。周雨辰拿出城市比對、付款記錄和參賽文件，指控我為50萬元獎金偷走成果。唐若薇戴着和我一樣的銀色手鏈，微笑暗示她才是周雨辰真正信任的人。2份程式確實高度相似，我沒有哭着否認，只要求院長把原始碼現場執行一次。周雨辰說，我只是在拖延，因為真正的抄襲者最怕程式離開簡報畫面。就在處分即將通過時，顧延川從禮堂最後一排抱着銀灰筆電走上台，他接上校內伺服器，調出我每一次提交、修改與簽章的完整版本記錄。周雨辰交出的版本被啟動後，畫面中央跳出一句：“偷來的東西好用嗎？”拜。那是我故意留在共享資料夾的測試版，真正模型從未放進它能接觸的位置。伺服器簽章和登入記錄顯示建立者是我，未授權下載賬號則屬於周雨辰。院長暫緩退學處分，同時凍結周雨辰與唐若薇的比賽權限。顧延川牽住我的手，對全校直播說，他不是糾纏前任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呸！聽證結束不到1小時，校園論壇已經把我寫成同時勾引前任與學神的人。顧延川沒有解釋剛才的牽手，只把全國創新大賽簡章推到我面前。冠軍獎金有300萬元，他需要情緒辨識模組，我需要一個不會偷程式的搭檔。他提出3個月假交往，公開場合配合情侶身份，私下只談比賽。顧延川坦白，情侶標籤能阻止周雨辰繼續用2年感情逼我回原隊。我在合約裡加上不得擅自退隊，也不得用保護為理由隱瞞重大風險。所有牽手、擁抱與親密接觸都必須先取得對方明確同意。第4條寫着，任何一方真的喜歡上對方，假交往立即終止。我們替新作品取名《聽見》，希望它能幫助學生辨認情緒，而不是替人下診斷。周雨辰堵住我們，說沒有他的隊伍和人脈，我連初選都進不了。顧延川當場退出評審名單，和我並肩提交了新的參賽申請。唐若薇把我的高階筆電和校外租屋照片放上網，質疑我假裝貧窮領補助。周雨辰以學生會代表身份通知我，只要退出比賽，他就願意撤回匿名檢舉。我沒有接受交換，而是帶着收入記錄、租約和獎學金辦法進入審查會。我承認自己每月靠無障礙閱讀程式收入3萬元，筆電也是工作工具。但我申請的是創辦人紀念獎學金，評選只看學業和研究成果，不審查家庭收入。周雨辰偷拍的是我抽屜裡早已作廢的清寒補助舊表格。研究室公共監控清楚拍到他打開抽屜，翻找文件，並用手機拍照。我也提交20萬元收據，證明獎學金早已匿名捐入校內緊急助學賬戶。我沒有公開受助學妹姓名，因為證明自己不需要犧牲另一個人的隱私。審查小組恢復我的資格，並把偷拍與匿名檢舉來源移交學術倫理調查。窮困從來不是作弊證據，收入也不會抹掉我憑成績獲獎的資格。原型機出現異常登入時，門鎖沒有破壞，伺服器卻留下周雨辰的賬號。另一次驗證來自我遺失的舊手機，那只手機曾被周雨辰借走送修。隔天，唐若薇宣布以新語參賽，界面和情緒標記方式都像聽見。我沒有在發表會上指控他，只提交版本時間、登入與模型簽章資料。技術委員會允許新語在隔離網絡完成展示，
所有執行記錄同步封存。第10次推論後，輸出報告自動寫入我開發版本的建制編號。這項合法浮水印只記錄未授權設備，不會接觸使用者輸入的情緒內容。硬體雜湊與凌晨首次外部編譯設備完全相同。基地台位置也對上唐若薇宿舍所在樓層，她的展示電腦當場被要求封存。唐若薇說程式由周雨辰提供，周雨辰則反咬他明知來源仍然使用。兩人第一次不再默契一致，而是急着把竊取責任推給對方。3天，監視確認新宇使用未授權模型，團隊資格正式取消。被偷走的模型沒有替我喊冤，只安靜留下了竊取者的設備和地址。唐若薇發布顧延川母親替她戴鑽石項鏈的照片，暗示兩家早有婚約。餐廳裡的同學開始叫我第三者，說窮學生不該妄想進入豪門。顧延川沒有直接開直播澄清，而是先問我是否願意現在處理。我同意難，他當眾視訊母親，讓照片中的另一位女性自己回答。顧母說，兒子連唐若薇生日都不記得，項鏈只是慈善拍賣的頒贈紀念品。婚約謠言破滅散，唐若薇立刻公開母親在市場賣便當的照片。我先打電話問母親能不能公開攤位，她只笑着說自己又不是偷東西。我主動轉發照片，寫下賣便當不是羞恥，拿別人的辛苦當笑話才是。不少學生到攤位排隊支持，母親仍照常盛飯，沒有把自己變成悲情主角。顧延川發了一張滷排骨便當照片，下午便真的跑去市場幫忙洗碗。我第一次覺得出身不是需要藏起来的證據，而是我們活下來的方式。唐家教育科技公司控告，聽見侵犯爆紅軟體星光筆記的情緒辨識專利。主辦方因此暫停我們的全國賽資格，要求先確認2套系統的作者關係。唐若薇私下告訴我，只要退出比賽，她父親便願意撤告。我帶着最初作者合約進入技術審查，作者欄只有一個代號 Z。審查人員在隔離環境隨機產生一段從未出現過的驗證文字。我取出保存5年的離線作者密鑰，當場完成簽章。最初版本公開金鑰驗證一致，螢幕顯示原始作者身份確認。原始碼托管、授權收款和手寫設計稿也全都早編唐家公司收購。我同時提出異議，因為唐家在收購後加入了未經同意的資料留存功能。我曾用匿名躲避父親和媒體，如今卻選擇在全國直播前說出真名。我看着鏡頭說，大家好，我是 Z， 也是夏之呆。3天尼，我們恢復比賽資格，唐家公司則從原告變成資料使用調查對象。身份公開詞，顧延川拿出一張已經泛黃的星光筆記第1版測試回復。回復背面寫着，希望有一天能見到寫出這個程式的人。他承認自己5年前就是付費使用者，軟體曾陪他度過最難熬的一段時間。大一時，他從我把測試變數命名為滷排骨的習慣認出作者 Z。我卻一直以為他看見程式 Day 沉默，是在嘲笑我寫法不夠漂亮。那場誤會讓我1學期沒和他說話，他也沒有揭穿我的匿名身份。我問他最初接近我是不是只因為星光筆記？他說一開始確實是，神來才發現本人比程式更麻煩。我追問他現在是否還喜歡，顧延川卻看向假交往合約第4條，他只回答現在不能說。哎，
我第一次意識到這段關係或許從來沒有真正假過。失蹤3年的父親突然闖進餐廳直播，當眾喊我有錢，卻不肯替父親還債。他拿出800萬元地下錢莊借據，擔保欄寫着女兒未來全部軟件收入。直播標題很快變成心理軟件，作者拋棄親生父親。我確認借據只有夏正雄的簽名，沒有我的授權、指紋或任何收益讓與文件。母親保存的錄音證明，她多年來一直逼迫我們交出程序收入，替她填賭債。公證離婚、財產分割和不得騷擾條款，也早已切斷她控制我們生活的權利。父親把血緣稱為債權，我卻第一次公開說，他沒有因為生下我就擁有我的未來。他舉手要打我時，顧延川只攔住動作，沒有替我回答任何問題。餐廳經理和校警依法介入，父親的手機也被列入騷擾案件證物。通聯記錄顯示，唐家公司助理在鬧場前支付他10萬元。匯款備註只有一句：決賽前家庭議題處理費。我最害怕的人終於找上門，卻再也不能靠一句“我是你爸爸”控制我。唐家向主辦方提交顧延川母親5年前支付10萬元給星光筆記的記錄，他們指控那是早期投資，而顧延川曾任評審，團隊存在利益輸送。為了保住我的資格，顧延川沒有告訴我，便主動退出團隊。我在頂樓找到他，質問他為何違反不得擅自退隊的合約條款。他說這是最穩妥的方案，只要自己離開，我便能繼續參賽。我當面撕掉假交往合約，提醒他第4條現在已經生效。我說，因為我喜歡你，所以假交往到此結束。但真正喜歡也不代表他能替我決定，我有權知道風險並選擇一起承擔。顧延川直接道歉，撤回退出申請，沒有用擁抱跳過我們的爭執。48小時審查中，我一個人修完壓力測試，證明沒有他也能完成工作。那10萬元最終被確認為500份軟體授權，並已全數捐給偏鄉學校。顧延川在組隊前也已正式辭去評審，沒有參與本屆任何評分。資格恢復後，我們重新簽下共同決策規則，這次不再是假情侶條款。全國決賽開始時，我們準備展示情緒變化、辨識與自主求助功能。主熒幕卻突然切換，出現我從高中開始寫下的私人日記，上面寫着貧窮、自卑、便當胃，也寫着我曾多害怕周雨辰離開。那些資料原本應在唐家公司收購星光筆記死一一要求永久刪除。主持人準備切斷直播，顧延川沒有替我決定，只低聲問要停嗎？我拒絕離場，公開承認日記內容全都是真的。我說脆弱不是犯罪，也不該成為公司、學校或前任羞辱學生的武器。接着，我在直播中示範聽見的永久刪除功能。系統銷毀使用者端密鑰3，畫面顯示管理者亦無解密與恢復權限。主辦方終止比賽展示，隔離主機並封存所有上傳、登入和切換記錄。技術人員查出日記來自唐家公司舊備份，並經唐若薇的媒體賬號上傳。我失去了最私密的過去，卻讓所有人看見真正的刪除權應該屬為誰。日記片段在網絡上大量轉傳，即使原伺服器刪除，也無法真正全部收回。有人支持我，也有人說我利用貧窮、父親和戀情博取同情。唐家律師要求本屆冠軍從缺，聲稱入侵事件已污染所有評分。
周雨辰也公開暗示，顧延川從大一便知道我是 Z， 可能長期提供特殊協助。主辦方把冠軍結果標成暫緩，重新封存所有模型、版本和財務資料。全校曾等待我被退學，如今全國又等待證明我只是靠學神保送。顧延川提議暫停公開活動，讓我先離開所有鏡頭休息。我知道他這次是在詢問，仍然拒絕繼續以被保護者姿態等待結果。我要求作品與我的家庭故事、戀愛關係和受害經歷分開審查。我主動提交全部版本簽章、資金記錄和備用成員測試結果。同時，我拒絕交出受測者原始情緒內容，因為公平審查不等於再次侵犯別人。現場掌聲曾讓我以為自己已經贏了，現在那些掌聲全被解釋成同情票。我不再要求任何人相信我，只要求用同一套規則重新檢查作品。如果聽見輸了，我也要讓他輸在技術，而不是輸在我是誰的女朋友。獨立審查團隊重新取得模型版本、測試報告和團隊全部財務記錄。我只提供經使用者同意的匿名統計，不交出任何私人日記與原始情緒內容。審查人員重新執行模型，確認壓抑型受測者偏差已在模型失竊後修正。版本簽章證明核心架構、資料標記和永久刪除機制由我完成。顧延川主要負責演算法優化、系統穩定和風險驗證，分工記錄清楚完整。顧母支付的10萬元被確認為500份軟體授權，沒有股權和未來收益權。顧延川在組隊前已正式退出評審，也沒有接觸任何本屆評分資料。決賽媒體入侵則確認來自唐若薇團隊賬號，與我們的技術成績無關。審查報告最終寫明，作品不存在特殊評分、財務利益或作者爭議。我們也公開失敗版本和修正過程，沒有把作品包裝成從未犯錯的天才成果。當戀情、貧窮和掌聲全部移開後，聽見仍然通過了自己的考試。主辦方宣布媒體入侵另案調查，不影響作品原始技術評分。重新公布結果時，聽見獲得全國創新大賽冠軍。我們取得300萬元獎金、海外交換資格和學生創業基金。主持人先把麥克風交給顧延川，仍將他視為團隊真正核心。顧延川沒有開始演講，而是把冠軍獎杯直接交到我手裡。他公開說，核心設計、隱私架構和決賽展示都由夏枝完成。面對媒體追問，他只說我是搭檔。我補充，他是會先詢問，再一起做決定的搭檔。正式貢獻表將我列為產品與隱私架構第一負責人。第1章的我被指靠男友偷程式，如今冠軍記錄只依據版本和工作分工。我終於站在第1順位，不是因為誰把位置讓給我，而是那本來就是我的名字。冠軍典禮散場後，周雨辰在走廊攔住我，胸前已沒有學生會徽章。唐家與他切割，聲稱模型和賬號事件全是他的個人決定。他終於承認，每次看我寫程式，都知道真正厲害的人不是自己。他害怕輸給女朋友，卻又需要我替他完成最難的工作。所以他拿走成果，再選擇一個更適合裝飾自己形象的唐若薇。周雨辰提出公開道歉和澄清，希望我再給他一次機會。我問他，道歉為什麼又要拿來交換複核？他想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個比他弱，能替他工作又不會離開的人。
我告訴他，我們從他第一次拿走成果，說情侶不用分清楚時就結束了。我沒有要求他跪下，也不再需要他的後悔證明自己值得被愛。我轉身走向遠處等待的顧延川，他沒有替我回答，也沒有催促我。顧延川站在走廊另一端，直到我自己走近才抬起手。他沒有直接牽住我，只問：現在可以牽你嗎？哎。我把手放進他的掌心，這一次不是聽證會上的應急表演。顧延川有些不自然地問：我以前是不是更喜歡周雨辰？我說過，去不是喜歡的更多，而是太害怕失去，所以一直退讓。和顧延川站在一起時，我不需要變小，反而更喜歡現在的自己。他沉默片刻，又認真問我，現在是否可以親吻？我沒有等他靠近，而是踮起腳，先吻了他。母親和同學正好從走廊另一端出現，所有人同時停下腳步。顧延川耳朵發紅，仍沒有鬆開我的手。第一章是他突然宣布我是女朋友，這一次每一步都由我親口說可以。技術鍵時確認周雨辰賬號曾進入我的原型機，共享資料和舊手機驗證。唐若微設備則保存未授權模型、浮水印和決賽媒體賬號登入記錄。唐家公司也被查出非法保存學生舊資料，並加入超出原授權範圍的功能。唐若微明知私人日記來源有問題，仍同意在全國直播中上傳。校方因此記他大過，並停學1年，所有比賽和創業代表資格同時取消。周雨辰因未授權存取、外借賬號和散播不實訊息接受處分。他失去學生會職務、比賽資格和保送研究所資格。父親騷擾與唐家助理付款案件也分別進入司法調查。學校修改規則，技術作品、評審財務關係與登入設備都必須公開登記。我沒有每天追問他們是否後悔，只持續提供必要記錄和證詞。真正的報應不是看他們痛苦，而是他們再也不能把責任推回我身上。奪冠後，多家教育科技公司提出高價收購聽見，條件包括學校管理後台、學生情緒趨勢和未來資料再利用權。投資人說，只有掌握完整資料，產品才能快速擴張並進入更多校園。我指出，系統不該替學生診斷，也不能跳過本人直接通知家長或學校。顧延川支持把重大產品決策交給多方共同表決，而不是由創辦人獨斷。團隊章程寫明，任何人不得以保護或效率為由單獨決定。學生代表、心理師、工程師與隱私專家共同參與治理。使用者能選擇是否求助、分享給誰，以及何時永久刪除記錄。任何管理者都不能恢復已銷毀的使用者密鑰。我們拒絕了要求取得私人資料的最高收購價。我不願再把別人的痛苦變成任何公司最快增值的資產。聽見完成學生新創登記，也正式採用多方共同治理章程。星光筆記收入的一部分成立校內緊急助學基金。母親把市場攤位改成夏天便當小店，不必再每天凌晨出門擺攤。畢業前夕，學校公布本屆傑出畢業生名單，我的名字排在第1位，沒有附帶任何前男友或學神女友的稱呼。正式介紹只寫聽見共同創辦人與星光筆記原始作者。顧延川站在畢業生隊伍裡，舉着一塊寫有下知天下第一的手寫牌。我上台時想起第1章，全校也曾這樣等着看我被宣判退學。
我說，不是每段關係都值得討好，也不是每個誤解都需要低頭解釋。有人拿走成果、名字和選擇時，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位置站穩。母親在台下流淚，我卻不再因她的工作和我們的出身感到羞恥。校方畢業記錄、產品登記和作者資料全部以下之真名固定。我不再是被抄襲指控、貧窮和戀情組成的標籤集合。我的名字排在第一，也意味着產品未來的責任不會再藏在匿名後面。這一次，全校讀出的不是誰的女朋友，而是我自己的名字。畢業典禮後，顧延川在操場旁拿出被我撕掉又重新粘好的假交往合約。第4條旁多了一行字：雙方互相喜歡時，合約轉為終身有效。我提醒他這條沒有法律效力，他卻說至少可以留下版本記錄。我仍自願簽下名字，顧延川也在旁邊並列署名。畢業煙火升起時，我想起那場全校直播退學聽證。作品、冠軍、作者身份與選擇，現在都已經回到我手裡。夏天，便當推出畢業生免費活動，店門口排起長長的人龍。顧延川問要不要先去約會，我拒絕，要求他陪我回店裡洗碗。他接過我的畢業袍和舊帆布包，心甘情願走在旁邊。聽見仍由學生、心理師和工程師共同管理，不屬於任何一對情侶。我不再是任何人故事裡等着被學神拯救的女主角。我的故事、作品、愛情和未來，最後都由我自己署名。